俄军发起的导弹轰炸摧毁了乌克兰著名军工巨头马达西奇公司。一起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战果最新报告，俄罗斯军队使用远程导弹轰炸，覆盖了乌克兰最大航空发动机厂商马达西奇工厂。袭击的导弹将马达西奇的工厂车间全部炸毁，包括制造和维修飞机和直升机发动机，以及工业燃气轮机装置的车间。这个从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军工巨头，就这么在俄军的打击下变成一片废墟。而此前马达西奇公司一直安然无恙。俄媒报纸网当时甚至认为，因为马达西奇公司的归属权在中国和乌克兰之间有点问题，中俄可能就马达西奇达成了某些默契，所以俄军并没有采取打击行动。但马达西奇还是成为了历史。这宣告，在俄军特别军事行动下，乌克兰所有的大型军工企业都遭到了俄军的毁灭性打击。这是俄罗斯去乌克兰军事化的一部分，即通过最大程度的打击敌方的军工企业，从源头上破坏敌方的战争潜力。从2月份开始到现在，俄军对于乌克兰的军火企业进行空袭加地面导弹攻击的方式打击，像曙光机械制造厂、乌克兰能源机械厂、哈尔科夫马雷舍夫坦克工厂，甚至包括早已破产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，都遭到了俄军连续不断的精确打击。现在这些企业不是浓烟滚滚，就是残垣断壁，基本上已经不具备再生产的能力了。可以说，乌克兰现在已经失去了制造坦克、飞机、发动机和海军舰艇等重型装备的能力了。在战场上，损失已经无法通过自主生产的方式弥补，被俄军打掉一个少一个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靠西方提供武器援助，但是西方援助的武器终归是有限的，武器援乌终究是个无底洞，作战强度高，武器消耗快速，而且乌军腐败丛生，拿着西方的武器到处走私。因此，等西方武器援助完毕之时，乌克兰军队或将面临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，这将对于接下来的战局走向产生颠覆性影响。对于俄罗斯轰炸乌克兰的军工企业，印度倒是显得欲哭无泪。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军工企业打得非常痛快，但是印度很多的军工订单将被战火全面波及。主要是印军非常依赖苏系装备，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，分家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也在共同向印度提供军工物资。当时乌克兰继承了不少的苏联时期留下的军工业家底，像直升机发动机、火箭发动机、飞机配件、燃气轮机、导弹配件、战斗机发动机等装备，印度从乌克兰订购了不少，并且签订了大量的订单。如前面虎妞给大家提到的曙光机械制造厂，这个厂是负责给印度海军主战舰艇提供动力系统的，燃气轮机都是要交付印度海军的，但是被俄军一通乱炸，生产车间和厂房全部被俄军摧毁了。这也就意味着目前印度海军失去了发动机系统的供应商。更重要的是，印度海军采用乌克兰燃气轮机的军舰，后续将面临零技术支持和无法大修的困境。可以说，俄军的打击行动把印军是坑惨了。再来说说中国相关，前面提到了马达西奇是乌克兰实力最强也是最大的一个军工企业，主要负责航发的设计。中方早前和乌克兰达成协议，中方购买马达西奇股份注资，同时向马达西奇下达了高价值订单，这才使濒临破产的马达西奇公司起死回生。而中国也理所应当地拥有马达西奇的主要股份。对此，美国人倒是先坐不住了。美国政府认为，马达西奇如果被中国收购，中国军工在发动机方面将有显著的技术进展，中美直接差距将进一步缩小。因此，为了阻止中国，美国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要求，要阻止中国收购该公司。因此，从2021年开始，乌克兰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，将马达西奇强行收归乌克兰国有。中国公司对此发起诉讼行动，并且在国际上起诉了乌克兰。但是没想到，因为战争的爆发，马达西奇公司还是沦为了牺牲品，在俄军的轰炸下变成废墟。
马达西奇的命运也将至此终结。